欢迎收看《乐视新兵乐》，我是丁元浩。我们节目正在乐视网、乐视 TV 还有百度贴吧同步播出。大家都说啊，这个新生报道格外响亮。今天就来了一个非常闪亮的组合，就是 M4M， 欢迎！大家好，我们是 M4M。我们说啊，这个今天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组合 M4M。为什么说厉害？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在前2天刚刚在我们的那个北京，然后做了这个发布会、见面会。其实刚刚从韩国表演完到内地。这才一周的时间，差不多到内地，从韩国，人气已经不行了，爆棚，我顶都快没了。是这次也是正式亮相啊，也带来了这个新的歌曲，对不对？怎么样？现在来到北京跟歌迷们见面，怎么样？4位是不是觉得非常开心、很热情？大家都。对，这是非常兴奋的，我们都没想到，就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歌迷朋友就接我们机，那时候就很兴奋，真的完全想象不到的，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很感谢他们哈，是说到这个很热情哈，其实4位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熟悉我们 M4M， 应该是非常了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对你们还是有一些不了解、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4位要不要依次先跟大家打下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Jimmy 先来。好，大家好，我是 M4M 的队长，我名字叫 Jimmy， 我是来自香港。然后呢，我还有在队里面呢，就担当副主唱的。Jimmy。Hello， 大家好，我是 M4M 的冰冰，然后我在队伍里面负责的是 rap。Hello， 大家好，我是 M4M 的宇胜，那我在这队里面呢，担当是跳舞还有副主唱。大家好，我是 M4M 的 Alan， 来自中国浙江嘉兴，然后我是 M4M 的主唱，谢谢大家。是今天的时候呢，我们4位刚才也介绍完了，其实要在这里因为本来其实请的 M4M， 大家很想看一下他们的这些现场的这个表演什么的，但是呢，在这个前2天的这个发布会当中哈，对不对？我们的宇胜是这个不小心受伤了，对不对？现场是怎么样？就是脚部受伤是。请我们的老板上来舞台的时候，那我也不知道，因为后面工作人员已经把舞台下降了。对，那后面的下降了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踩空。对，还好有团员们这样帮助我。大家都帮你，但是好伤的严重吗？现在是好很多了，对。好很多。对。但是最近期可能就是在跳舞方面还会有影响，我就会多敷点那个膏药，或者贴点那个冰敷。什么云南白药喷一喷，打一广告，不好意思。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 M4M 很厉害哈，因为据说你们在这个组团就是培训时间有4年之久，这对于一般组合来说真的是太久的时间。当时这4年几位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Jimmy， 其实坚持下来，我想应该就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香港的家人跟朋友们，就诉苦吧，诉苦然后你是爱抱怨的人吗？抱怨也不是，这生活可能有点辛苦啊，这样的，他们呢就不断的鼓励我，然后要我坚持下去。然后在韩国当地呢，就首先有队员在一起生活、一起训练的，就一起互相支持呢。还有就是，就 Cube 公司里面的时候，就是那些职员跟训练生就一起训练，一起吵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好玩的，蛮好，就心情都放松了好多这样。好，咪咪呢？其实我就刚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就不习惯，然后还有时候会感觉慌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刚去的时候。缺乏安全感。对。可能也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离开家这么久吧。算是，毕竟4年。对。然后到了之后，因为我后期，因为我是个比较会舒缓压力的人，我有很多种渠道和方法可以去舒缓压力。比如有没有什么解压的什么？很多事情，就比如随便玩啊，就比如上个网，我就能缓解压力。上网，看一下天也能缓解压力。对，发一下呆也能缓解压力。你平时是不是团里面算是话比较少的那种？烦。话最多的。话最多。
哦，我知道你解压方式跟Jimmy一样，也是在跟大家去讲。很多种，很多种。好，很可爱的彬彬哈。好，那羽胜呢？我呢，在韩国呢，首先是我的性格吧。是。对，性格我变化蛮大的。那之前是在台湾只有我一个妈妈。是。那非常的宠我嘛。那我有什么不开心，我都会跟我妈讲。那自从一个人去了韩国呢，就整个就生活有点不太习惯，那不知道该找谁诉苦，然后压力就没办法释放嘛。对，然后慢慢的在韩国成长到现在，我的变化是最大的改变。对。其他三位成员觉得他变乖了吗？现在？乖好多，不再是那只那个很野的狮子啊，现在很乖。好，那安呢？那我的话，相比于就其他3个成员，我只训练了1年，我是最晚加入那个 M4M 的。然后虽然时间是最晚的，但是当时就是来韩国边学语言，然后边学那个舞蹈、唱歌、表演之类的，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最苦的时候可能一天就是在拍 MV 前几天吧，一天就睡了2个多小时、3个多小时这样子。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学校里面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就很好的朋友，他们都会就是找我谈心这样子，然后也有团员在这边帮我，所以我觉得在韩国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的辛苦。这样子，我还是能坚持下来。才坚持下来，但是你好像，因为你跟其他的3位团队不太一样，是当时有边读书然后边训练的哈。对。会不会觉得会耽误到自己的这个学习吗？在训练的时候。的确是耽误到。会有哈。对，但是孰轻孰重，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表演和唱歌可能更加重要一点这样子。所以说。韩语是的确稍微耽误了那么一点。韩语耽误了一点。对，所以说我的韩语水平是最不好的。真的吗？那还 OK。谢谢。但我觉得其实4位应该都 OK 吧，因为我之前看你们在那个韩国的表演的时候是唱的是韩文歌嘛，对不对？对。那个就是那首歌，当时你们在就是唱是韩文版，然后那时候在唱那首歌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很多部分会很绕口？比如说像彬彬他也会唱 rap 的部分在里面，对不对？会不会很绕口用韩文唱？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并不会。对，我真的。你是觉得韩语跟我们很相像，很多方面？不是。彬彬是咬字最清楚的。真的？对。你也有练那个绕口令吗？口齿这么清晰？不是，因为我就是比较习惯，因为我平时说话的速度已经是比较快了，很快。就舌头打结的事情比较少发生。对。厉害。我一般是让别人舌头打结的。让别人舌头，谁最容易打结死？其他人。彬彬在想。我现在把话筒给他。羽胜吗？没有。会吗？没有。讲话最会打结的应该是Jimmy Hong吧，Jimmy 哥。Jimmy 吗？就是因为香港话讲成国语就有点难。对，广东话对不对？对啊，我是就是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讲。看来话筒给错了呀。对，Jimmy好像是因为是从香港过去的嘛，对不对？其实你在就是广东话上，然后那个发音方式，包括就跟讲普通话又有一个区别，再跟你讲韩语。对。就是有些时候。就突然间转换不来的，就大约就那个最后一句那你听不听懂我说什么这样之类的。因为也着急的时候，自己就标各种广东话出来。对，有些时候就突然间想不到的。幸好彬彬他会听广东话，你听得懂？有些时候呢就会帮我翻译给大家听。所以他生气的话，如果要是标叭出来，你都知道对不对？会稍微修饰一下再翻译给大家听一下。彬彬很聪明哈。是说到这个。舌头很容易打结的Jimmy，他好像今天要有给我们秀一个才艺。有一个才艺是不是？其实我们就说内地我们讲普通话就有一个绕口令的部分，这其实也是很多像演员或者做主持人的人，他会要去练很难念的字拼在一起。对。在香港会有这种东西。香港应该都有蛮几个基本款。也有基本款。对，有几个吧。基本款。就现在让大家知道。好啊。好。准备一下。看我们这个机位来一个香港基本款的绕口令。好。大家听住了。
七型寄居地寄居系七举寄许鸡。七许寄居地七许寄许鸡，差不多吧，对不对？什么七许寄居地七许寄许鸡？我就今天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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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什么意思啊？就说一个有点神经的蜘蛛的蜘蛛丝就粘住那个树枝。神经的蜘蛛吐了蜘蛛丝。需要翻译吗？需要翻译吗？需要翻译，冰冰快来，冰冰快来。就是一个比较类似疯狂一点的蜘蛛啊，然后它的那个蜘蛛丝缠住了树枝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啊，这么简单，就是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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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我可以看到那个蜘蛛，我发现冰冰很有那个这个讲话，这个很有这个感染力。你是不是以前小时候应该很会讲故事那种吧？哎，没有不会，我小时候比较内向，讲话比较少。不会吧？刚才看你那个就是讲的很活灵活现的样子，觉得好像小时候就是那种我是故事大王的那种感觉。刚好相反，小时候刚好相反，比较内向，对，很内向。刚好内向。那我觉得相对团里面2位比较内向的，是不是小的时候是讲比较活泼的呀？安伦和雨生。啊，你先吧，你。我很外向的。你很外向，安伦呢？我的话，我小时候因为是学钢琴嘛，然后总是会。就是小嘛，人家觉得你可爱，会让你去参加一些什么表演啊什么，所以说就是从小就会。虽然不是很外向，但像怯场这些情况还比较少一些，这样子。哇，那你这童星出身呢？是，那你，我想问一下安朗，那你就是你在这个，因为你是小的时候是学钢琴，学了有大概多久？我是从大班开始学，大班开始，然后考到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那个演奏级给考完了，这样子。对，国内有那个在内地有那种考试啊，就是1到10级钢琴也是，对不对？对，我考的是中国音乐学院士，只有9级这样子，最高只有9级。最高级的好厉害呀，哇！那其实除了这个艾伦会钢琴之外，好，其他的团员也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包括乐器的部分，还有唱歌的部分，有自己的专长，对不对？对，那我本来就一点乐器都不会的，来到韩国呢，就可能就学了一点键盘一点点，然后就开始上课的时候也学了一点吉他，学会吉他，对，学会吉他，也都是用着训练时间学的，对，没错。冰冰，我知道 rap 很厉害，我记得。对，我本来也是不会乐器的，然后现在还是不会乐器。你会讲故事，但是你这个 rap 部分就很厉害了。没有，是不是？我要先停一下啊，雨生，我先打断问冰冰那个 rap 部分，我想问韩语的这个 rap 在说的时候，这个节奏跟中国语在讲有区别吗？其实大体上的拍子上是差不多的，并没有说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区别。那自己有没有，比如说在韩星里面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说，我最喜欢是那个 G Dragon 的 Big Bang 里面的。哦，厉害！我很喜欢他。这是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他吧？都会喜欢。他很厉害啊！你要不然个人你也来 solo 一下，要不要说一小段韩语的好不好？韩语的，我这样就唱我们那个主打歌 Sadness 对，好不好 Sadness 的那种，就前面那一半，一小，对。来，各位给我一个拍子。对，那既然提到这儿，我也给建议好不好？那我们就是冰冰说 rap 部分，那我们一起等会儿再和声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们那首主打歌韩文版的。 시간은 너를 지우려 눈물로 돌아와 너를 비추며 또 다시 데려오잖아 너 왜 아직 내 곁에 떠나지 않아 이젠 널 지울게 다 버릴게 지난 추억에서 보내줄게 I don't know why tell me why 왜 너 항상 더 그 자리에 Don't you know that sadnes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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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nes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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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ness sadness Yeah 가을밤 칠팡 떠날렸던 집 앞 어두운 밤을 바라보지만 슬픈 우리 기억 다시 일어나기 힘든 기초 떨어지는 눈물로도 지워지지가 않아 잘 가라는 슬픈 goodbye 谢谢
哇，超好听，超好听，让我瞬间还原到那个在看你们那个韩国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哈。是我有之前看到那个新闻采访，好像你们上次那个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对自己的表演只有60分，今天表演有几分呢？要求这么高，你们都30分左右吧。30分，但是冰冰的眉毛挑得很快，我觉得应该有加分吧。没有了，其实对自己要求都很高，你们都对，必须得要求高一点，以后才会会有更强的动力。空间很大。Allen， 那我觉得可能要求越高，可能我们以后的进步空间会更加大一点。这样子。对，这倒是哈，我觉得这能看出我们4位是非常有诚意的，然后不管是在每一次表演当中、谈话当中，他们都是要求自己很高，包括我们其实在录影之前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一遍遍的哈，也就跟我们是在对接，都会想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来。那今天我们先看到他们唱歌部分很厉害哈，我们继续聊下去好不好？接着刚刚话题，一不小心从冰冰这儿，然后就成了4位的表演了。那说雨盛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音乐的部分有没有？舞蹈，反正我现在是因为他们都在学乐器嘛，那我是因为课的关系，所以我就是拼命的努力练舞。对，所以因为我专长是主攻舞嘛。对。哪一个舞种是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在韩国，就是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老师教什么？对，就跟着老师学，老师会什么舞风我就学什么舞风，这样子。那你这是对多元化的风格。这样可惜今天那个脚步有点受伤哈，真的。要不然我会献一小段的。对啊，不过没关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好吧，就看 M4M 就能看到了4位的舞蹈。好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这个音乐部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组合哈，大家都是知道，很多组合在组成之后，包括组成之前，都很需要的就是一个东西，默契，对不对？那4位现在的默契怎么样？那默契的话呢，我觉得一定是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因为我看得大家三位成员的话，我觉得是已经在一起3年了。是。然后默契一定是不用说的了。然后我在。望着北国你也不错。你也不错。但是你后加入。后来加入之后，就是一开始觉得可能会比较难协调一点，一直在担心嘛，因为怕实力会跟不上这样子。但慢慢。大家成员都在帮我这样子，然后更加努力之后，发现就是很好的融入进去。现在默契应该实力很好。那四位里面谁比较最照顾大家的那种？一定是吉米哥。真的吗？吉米是怎么在生活上关照大家，还有在各方面都是吗？我想是平时可能比他们活多几年吧。就是有些时候就我想是他们经历过的没有自己其实那个年纪我其实也差不多有这种想法，就把自己的心得告诉他们这样，所以就有些时候。你是心很细的一个人吗？其实也不算的，不算，这时候都很大条的。大条。那我想问一下，你们4位组合，4位还在一个组合公司会安排住在一起吧？对，没错。现在住在一起，谁煮菜，还是点餐吃你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刚来了1个礼拜嘛，刚来1个礼拜，所以现在就还没整顿好，这几天还是在外面吃的。还在外面吃。之后呢，我们应该轮流煮吧。是谁？平时的话，就是比如在韩国的话，你们也都是不会自己做东西吗？在韩国我们会分工合作。会分工。谁煮东西比较好吃啊？煮东西的话就是谁饿谁煮。谁饿？Allen 在说 ，Allen 在说。煮的比较多。Allen 会做什么？没关系，你们为什么不团结？应该都说 Allen。其实因为这个事情，那个冰冰和那个吉米哥他们不知道嘛，因为当时过年的时候他们回去了，然后因为有些日程的原因，我和雨盛2个人是回不去嘛。所以说那天就去他们宿舍里面去烧饭吃，因为我平时一个人住，那边有锅啊碗啊什么可以自己弄来吃嘛。对。哇，你这么厉害！泡菜。然后就泡菜你自己做吗？不，泡菜那边有，然后就做各种炒饭红烧肉啊、鱼啊、什么汤啊都可以做这样子。哇，好厉害！然后那天去他们家做一些红烧肉啊什么的吃，然后就超好吃。雨盛都不会煮东西吗？我会煮泡面。会煮泡面哈。对。我觉得下次的时候可以一起煮，我觉得你们应该。4位一起煮东西应该很好吃，又有广东菜，然后台湾菜，然后包括我们那个内地的一些菜系，对不对？
那应该超好吃的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上美食类节目的有潜天赋的，有上美食节目，对美食节目可以发他们。好，我们说到这个吃东西，那平时现在住在1个星期差不多，对不对？包括在韩国时候也有住。4位之间，谁是比较爱贪睡一些的，还是谁会比较？那麦克风再还给你。又是艾伦。那可能是我吧。又是你。你比较贪睡。我是那个，就是比较喜欢早睡的。那就像昨天吧，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工作比较晚嘛，然后到后来比较晚的时候，他们肚子饿了，然后出去想要吃个饭啊，吃东西。然后我就实在不行了，就先睡了，然后睡到今天中午又是我最后一个起床的。睡这么久？对。那你都不会觉得睡很久会很辛苦吗？没有，我起来的时候还觉得起不来，还得稍微坐一下这样。发个呆，他可以坐在床上发呆20分钟。这个要爆料，每天冰冰有爆料了。对，他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是喊他起完之后，他会哦完之后，然后就在这边就这样，就这一个姿势可以保持20到半个小时。你在想什么？就这个姿势。缓冲呢？缓冲就放电影也会缓冲的，就那个能量就眼神聚焦一下的。我刚刚起床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感觉不聚焦的感觉。我觉得你睡眠质量应该超好。还行吧，我觉得挺舒服的那样。一看就是。那4位在那个住在一起哈，你知道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在住在一起之后有一个很问题就是抢洗手间，谁最臭美，谁会用镜子最久。吉米要用最久厕所的话，还是艾伦，又是你不是，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宿舍其实是有3个卫生间，3个卫生间。OK。我是因为喜欢就是洗澡，包括那个刷牙，包括上厕所。你不是处女座吧？我是摩羯座的。那还好。我喜欢就从头到尾全部弄得干干净净以后再出来的这种，然后就。早上花那个在卫生间里的时间比较多。我发现你也是个完美主义者啊。比较偏完美主义者。好，我们说艾伦，我们其他的社员，其实我们在住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会发生的？我们在想很久，冰冰。好玩的事情。故事大王要跟我们讲故事了。是现在在编。没有，就是有真实的，就是大家住在一起没有特别有趣的。那就爆个小料怎么样？又爆料了。像我们雨盛，平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才能睡得着。你们要不要猜猜看？睡前事情。对。雨盛在晃，很紧张。不要紧张。你们可以猜猜看。睡前喜欢做一件事情啊？你是喜欢去？一定要做那件事情才睡得着。去洗手间吗？还是不是？还是喜欢看某些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也不是。还是玩什么游戏？像我有微博控，我是每天必须看完才会睡那种。好，那我现在公布答案。冰冰要爆料 ，OK。他在睡前一定要搓毛巾。搓毛巾？毛巾就这样揉毛巾，他才能睡得着。揉毛巾？我们本人自己解释一下吧。没有，怎么讲？是从小的一个习惯，是不是？习惯就是有妈妈在身边，然后就一直搓。那到了韩国就是感觉。有妈妈也在旁边嘛，然后就一样也是在台湾，也就是自己拿着毛巾这样自己。是不是这样？就放在手上搓吗？对，放在手上搓。很奇怪。就感觉会有妈妈在旁边的感觉。那你会不会经常换毛巾？因为搓就没有毛。不会，我那个毛就会被搓掉。那个毛巾我用了10年了吧？真的？对。真的？因为那个毛巾我没那个，就除了洗而已，没有拿去洗澡啊，或是洗脸，就一直放在我的床上。是什么品牌的质量这么好，10年都还在用？对，不舍得对。你可以下次把它那个把它缝在那个被子上，睡前然后直接抱着被子，然后就可以搓它，还蛮有意思的哈。雨生害羞了。队长，你们Jimmy，你们这个团是不是就是待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好玩会？对，就我们这4个男孩嘛，就其实就很多
共同的话题，就经常会一起打打闹闹的这样。打打闹闹哈，就很有意思，才会有我们这个非常有魅力的 M4M 哈。我们就是说到，其实今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让大家展示了一个4个不同性格的，就好像你们当时介绍一样，就是4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组在一起，才会有一个这个非常完整的团体，对不对？那这次的时候，然后也是发了一个新歌，然后给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安排和重心会还是在韩国呢，还是会在内地多一些？我们现在主要的活动呢，都应该会在内地举行的，然后之后呢，还会有计划去香港、台湾等等的。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去进行这个哈。那你们现在其实刚开始在内地，然后做宣传，接下来的话很多工作。会不会也会有压力？在想在韩国培训之后，然后来到内地，然后有些会不会其他的朋友会对于你们比较陌生，或者是一些水土不服的部分什么的？水土不服现在都还没有，现在还好哈。压力呢就一定有的了，不过那些一开始出道的压力，其实也是我们的动力吧。就我们就会更加努力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最辛苦的训练生涯，应该是我们最难挨的一个。最难熬的都熬过了，对不对？都那个压力过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起了新的开始，就其他压力，我觉得。也很简单，能把它解决掉吧。很简单解决掉，发现都是非常有毅力的4位哈。那这其实现在来说组合，因为你们4位是从韩国然后培训到内地，会不会会怕大家会觉得啊，你们组合就完全的韩风，就是那种韩国味很足，会不会把自己的这些个人的特色会盖住 ？M4M 它究竟是要表达出一个怎样的概念给大家？那 Alan 回答吧。Alan。还有发言权没有。那我觉得的话，因为我们是想通过我们4个中国人把国外，可以说是国外吧，并不完全是韩国，把国外就包括就是关于快歌和舞曲这方面，因为中国的话，像抒情歌比较优秀比较多嘛，但在舞曲和快歌比较会欠缺一些。我们希望把国外的优秀的像快歌和舞曲的这些方面的音乐文化带回来，然后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把它演绎得更加好。没错，也是哈，就是传递出一些非常新、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给大家，让大家一些眼前一亮。同时，我觉得M4M 我跟他们聊完之后，我发现这个组合也是非常传递快乐的一个组合哈，就跟他在一起会很轻松，难怪大家都会那么喜欢你。说到这个喜欢的部分，因为我们节目呢现在正在百度贴吧进行播出，每次呢播出的时候，百度贴吧都会有粉丝代表来到现场。那今天呢，因为太多粉丝来了，我们还是选了3个代表来到现场当中，我们来看看哈，他们有什么问题来问一下，好不好？我们欢迎这3位粉丝代表。Hello M4M， 我们是来自百度贴吧的，我叫青莹。那就是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你们除了平时每天的训练之外，那大家除了一起打一些网络游戏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吗？就首先说我的话，我想都是在家上网，有些时候就跟家人就通过电话这样的吧。我的话会出去逛街，逛街买衣服那些比较多一点点，除了那个上网和睡觉之外。我呢就是上网大王好，你们可以跳没关系，但是雨盛可以玩游戏玩12个小时，就是不停这样子。因为在放假的时候，因为在韩国就是工作练习，然后就是没有自己释放压力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我妈就是1个月会给我一点点钱，然后有那些钱我会跟冰冰会去逛街买东西，对，然后其余时间就待在家自己慢慢玩游戏呗。那我的话呢，平时除了就跟冰冰一样吧，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出去买东西这样子。玩电脑就不说了，然后睡觉呢也不说了。那我个人别的更加喜欢的呢，可能是吃美食这样子。在韩国的时候会经常找附近的店，因为有什么各种韩国料理啊、日本料理啊，有些连中国餐厅也有，然后就会过去吃。然后要吃要注意到不能吃太多。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不是也和现在一样，是想成为歌手啊，或者明星？还有其他的梦想吗？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之前，我来之前的时候是刚刚读完大学毕业，就是专攻旅游管理，就可能想当一个空中服务员，或是真的随便找份工作做的。真的是那种机缘之下，就突然间。然后就决定走这条路的，这真的蛮特别的。就我朋友就很喜欢唱歌的，就可能跟一个唱歌老师就学唱歌。有一天去找我朋友，然后就跟他那个唱歌老师聊天，然后就刚好说到想有个公司想找个韩国组合，先找人在香港，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就可能我就陪朋友一起去选拔这样，还要面试。然后我朋友就没选中了，选中我了，然后就说朋友我的那个梦想就交给你了就。然后我小时候的梦想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肯定想不到，我小时候第一个梦想是想做那个我们苏州那边的2路公交车的司机，而且一定要是2路，一定要2路。为什么是2路？因为我从那个去幼儿园就一直是做2路，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做2路公交车司机。那我呢？我的偶像呢就是罗志祥。那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一直看他跳舞啊、唱歌，这种魅力很帅。那我的梦想就是想要跟他一样，就是在舞台上那种办一个什么 solo 啊什么那种感觉的。对，但是从小到大没有变过。那我觉得的话，我的梦想在一直的变嘛。从小时候和冰冰差不多，我是想做那个压路机和那个大吊车那个的司机，那个操作员呢。然后再稍微，对，再稍微大一点呢，就想要，因为学了钢琴嘛，想要成钢琴家。然后慢慢的读书，因为读书当时成绩还不错，所以说又想好好的读个大学，然后也跟吉米哥差不多，机缘巧合之下，自己来韩国想努力一下，谁知道就成功了。然后其实挺感激，就是有这个机缘能让我成功这样子。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国际巨星，我会一直支持你的。谢谢。Hello M4M， 然后妹子们都很喜欢你们，然后我是来自百度贴吧的粉丝，然后之前前头的妹子也说了，然后一直在关注你们，然后包括台湾的综艺，还有家族演唱会，然后感谢你们能一路坚持下来，然后挺辛苦的，然后能走到现在，然后想问的问题就是从回国到现在刚刚出道，然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是中国好大。就一开始就北京我是第一次来的，就上个礼拜第一次到北京的，所以看到我们国家这个首都现在真的很大，所以这真的对，所以就然后如果说这心里面的感受的话，就我想是自己有个想准备一个新的开始，那个准备那颗心吧，对，没错。感受和转变的话，毕竟以前在韩国那边其实还是比较以练习生的一个心态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到了这边就是应该是一个心态一个转换，就是会给自己再多一点点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已经正式成为艺人了嘛，就希望能给自己更高的要求这样。那我呢，就是在韩国的 showcase 嘛，showcase 完毕，那还是在韩国一直训练，那直到踏入这个北京办了第一场首秀的 showcase， 我才真正的感觉到，哇，我真的我们这个 M4M 的组合真的出来了呀，就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才能感觉到那种当明星的感觉，对，所以是蛮开心的，但是就是也要谢谢那些粉丝们这么支持我们，对。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一路坚持下来。那我最大的感觉的话，应该是努力了一段时间，能看到自己的成果，真的很开心。因为当时
看到网上说，因为失败的人很多嘛，练习生很多，能真正成为歌星的人很少，就是觉得自己竟然能成功，就一个是机缘巧合，一个是真的是自己的努力，能看到有结果，真的非常开心。转变的话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始慢慢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是就是自己的私人生活，还是就是在公众场合应该做些什么，都会慢慢的按着公司的要求去做，这样子。谢谢3位百度贴吧的粉丝代表们拿到的这个提问哈，那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进入到百度贴吧，进入到乐视网去支持我们的 M4M， 然后包括支持他们的新歌 MV， 现在也是在网络上各种打榜在宣传当中，对不对？有没有信心？然后会有更好的作品带给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大家看到？一定有，大家有没有？有。对，非常有理想。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 M4M， 关注我们的乐视新民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